中国房地产业曾是支撑经济的主力，如今却已走向衰落的边缘。一场前所未有的房地产危机正在吞噬着这个行业，大批开发商相继暴雷或濒临破产，连累银行业也陷入泥潭。中国经济的支柱彻底动摇，未来将陷入更大的困境。碧桂园暴雷拉开房地产危机序幕。这场危机的导火索是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园于2023年8月宣布债务违约。这家原本是行业龙头的公司，现如今债务高山重重，已聘请美国知名风险顾问德安华公司进行清算分析。数据显示，碧桂园目前无力偿还高达 2.05 亿美元，约 65.6 亿新台币的债务，即便进行重组，也可能最终被法院判决清算。消息一出，碧桂园的股价应声暴跌 8.6%。作为开发商的龙头老大，碧桂园暴雷无疑是导致整个行业恐慌的开端。其他开发商也相继出现债务危机的迹象。万科曾是帝王之王，现已深陷泥潭。另一家曾经行业老大的公司万科，现在同样陷入困境。这家有着中国国家队背景的开发商，2018年高喊活下来的口号，似乎对行业风险有着特殊认知。但事实上，从2018年到2021年，万科对土地的疯狂揽收根本没有丝毫收敛。数据显示，2018年万科拿地金额高达1233亿元，高居全中国第一。2019年则疯狂至1630亿元的天文数字。即便在疫情期间，万科仍在2020年和2021年拿地规模排名全中国前2。作为典型的帝王之王，万科放任疯狂拿地，成为埋下今日危机的祸根。如今，这个所谓的优等生也命悬一线，被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狠狠贬为垃圾级。6家国有银行和6家股份制银行被迫拯救万科，为其筹措高达800亿人民币，约3543亿新台币的贷款。即便如此，万科的股价仍在3月27日大跌 3.5%， 前景黯淡。如此大手笔的救助，也将加重银行业的负担。事实上，房地产危机已经开始侵蚀银行的资产。数据显示，交通银行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已从 2.8% 猛升至 4.99%， 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抵押贷款也增加 9.6% 至278亿元。整体来看，2022年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增长只有 3.2%， 创下10年来新低。不良贷款总额则攀升至 3.23 万亿元的历史新高。未来银行业的抗风险能力将遭受重大考验。危机不断蔓延，物业公司首当其冲。房地产业的危机还在持续蔓延，波及各个相关行业。碧桂园服务便是危机的重灾区。这家原本是碧桂园旗下的物业公司，如今也遭受重创。数据显示，碧桂园服务2023年的净利润同比暴跌 85%， 只有 2.92 亿元。主因是公司的关联应收账款大幅计提 31.32 亿元的减值拨备，抵减了大部分利润。同为物业公司的中海物业，由于关联公司中海地产的债务危机，2023年业绩也出现腰斩，净利润仅 4.5 亿元，同比大跌 52.3%。随着房企暴雷潮的持续，物业公司前景黯淡。除了坏账飙升外，未来还可能面临来自房企的新接盘减少、生存空间遭压缩等诸多困境。深圳房价腰斩，地方财政面临巨大考验。此次危机中，深圳房市更是一个生动的缩影。这座经济特区的前海地区，在2020至2021年间，曾经房价飙升至一平13万元人民币，整套住房以上1000万元相当普遍。然而一场反转就在随后发生了。政府祭出限制二手房价格的政策，并严格禁止拆迁，导致前海房价应声西展，至今已从高点回落近 70%，
跌至每平不到5万元的低谷。整个深圳乃至广东省的情况也是如此。最新数据显示，广东多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与2022年同期相比已经下跌10%以上，这预示着地方政府未来的土地财政将受到沉重打击。金融分析师指出，以往中国地方政府主要依赖卖地来获取收入，如今房地产行业萎缩，不仅无法继续高溢价出让地皮，甚至手头现有的存量土地也可能遭遇资产减值风险。中央政府一度痛定思痛，拟取消土地财政政策，改为直接通过税收等方式调节地方财政，但这需要一个颇费周折的过程，短期内无法轻易修订现有财政体制。未来还将有更多惨况出现，中国人必须做好心理准备。如果房地产真的一蹶不振，金融、家具、建材、钢铁等上下游将会连锁反应，集中爆发一场规模更大的危机。曾经房地产和出口是拖累中国经济的双顽疾，现在单单房地产这一个疾病已经让中国举步维艰了。政府力挽狂澜危机仍在持续。事到如今，中国政府自然也意识到了危机的严重性，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力挽狂澜，比如重新放松落户政策，鼓励购房者购买第二套房等。但前景依旧暗淡，房地产业的复苏短期内难以实现。主要原因在于这个行业的高杠杆运作根深蒂固，短时间内无法扭转头重脚轻的困境。有媒体报道指出，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近年来一直保持着70%至80%的资产负债率，远高于他国同行业的通常水平。一旦出现债务违约，立即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面临如此巨大的系统性风险，单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调控微调难以奏效，各方力量必须齐心协力，共同付出艰辛努力，方有希望重建房地产业的信心，给予新的生机。否则的话，中国房地产将步步走向烂尾，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短板，为未来增长制造恐怖阴霾。更悲观的预测认为，这甚至将成为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导火索。一旦房地产业彻底崩盘，后续冲击将无处不在，犹如指数级蔓延的瘟疫。最直接的影响将体现在大量民众的住有所居的愿景破碎。随着越来越多楼盘烂尾，成千上万购房者的钱包将被掏空。他们有的以贷款购房，梦想成空，有的将血汗钱打了水漂。一时间怨声载道，社会矛盾急剧升级。与此同时，整个房地产产业链也将面临毁灭性打击。绿地控股、阳光城等千家开发商纷纷趋于破产，几乎每一家都深陷重重债务危机，已无力继续营运。紧接着，上下游企业将遭受直接冲击波，从钢铁、水泥到家具、建材，再到装修装潢，整个产业链条全面癫狂。厂房关闭，人员裁员，债台高筑，一幕幕惨状将层出不穷。更为严重的是，中国近年来形成的地产依赖性经济模式将完全瓦解。从上世纪90年代起，中国就沦为房地产经济大国，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最大掌门财源。一旦这根超能量被生生斩断，当地财政将遭遇千年未有的重创。与此同时，银行体系也将承受不可承受之重。按照不乐观估计，银行业或将计提高达8万亿元人民币的坏账拨备，构成不可逾越的黑洞。这轮危机将直接冲垮整个金融体系的中流砥柱。可以预见，在这种多米诺效应的持续作用下，中国的经济将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时期。部分经济学家甚至断言，未来5至10年，中国将步入负增长阶段。别忘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，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也只有个位数的 6.6%。这样的低迷无疑将带来系列性连锁反应，社会阵痛不可想象。
大规模的民众失业潮，甚至有可能引发内乱和动荡。与此同时，贸易顺差自然将被抹去，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也将加剧恶化。一旦房地产业垮台，相当于中国经济失去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中国将彻底沦为空中楼阁，从此越陷越深，万劫不复。短期内将无力恢复元气，甚至可能像苏联一样土崩瓦解。